大家好，我是肥丁。上次我尝试复刻台式家庭臭豆腐，今天我要做在香港也臭名远播的港式臭豆腐。各地制作臭豆腐的方法、食用方法都各有差异。臭豆腐之所以奇臭无比，其中发酵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我小时候的邻居是做臭豆腐的，它的配方里就有鱿鱼。我买冷冻的切片鱿鱼，用饮用水退冰，退冰的水不要。新鲜海虾，去除头顶尖、刺眼睛及触须，去除虾脚，虾头中间剪开。虾头有鳃、心、胃、肝和胰藏，容易残留重金属，死后还有细菌滋生，所以虾头内脏要清理干净。从头向尾的第3节去除虾肠。虾肉连壳剪成小块。老姜生育期约10个月，根茎已经完全成熟老化。姜龄越老姜，辣素含量越高，用老姜来制作的发酵液效果也比较好。老姜去皮，用饮用水洗干净，切块。消毒过的玻璃瓶，消毒的方法请观看我另外一个视频。放入海虾和鱿鱼。老姜、麻油腐乳、所有材料搅拌均匀。发酵容器建议能密封的玻璃瓶，避免发酵液与容器产生化学反应。放凉的饮用，自来水含氯杀菌，不利于发酵，所以使用前1夜要先煮沸冷却除氯气，静置1晚，隔天使用。进行有氧发酵，水不用倒满。瓶盖上套上密封的胶垫，胶垫有助阻止气味外延。贴上制作日期，放入密封盒里面，放在阴凉处发酵大约3周。第2天，发酵液变成半透明奶白色，开始浑浊。这种臭卤发酵液采用开放式的自然酿造方式，不直接加入重菌，用容器直接发酵，在自然环境中任其自行腐烂分解。港式臭豆腐发酵液的发酵材料，老行家以海鲜老姜陈皮为主，每家都有自己的秘方。我觉得味道比上次做的以苋菜为主的台式臭豆腐更难闻。第3天，即使不打开瓶盖也能闻得到一种难以形容的臭味，有些像鱼露酸败的味道。发酵液的颜色变成浅灰色，表面开始浮起细小的泡沫，虾肉和老姜浮起来。第6天，发酵液的颜色越来越深，底部沉淀物增加。如果你吃过港式臭豆腐，会感到熟悉。摇晃后，发酵液里会出现絮状物。第8天，这个时候的臭味有很大的变化，酸味少了，有点像烟熏味，又有点像坑渠水的味道。第9天，由于气味实在太独特了，连猫都有点扛不住，我也怕邻居投诉，之后我就不再打开了。第22天，底部沉淀物增加，气泡减少，发酵液变成灰绿色，瓶底下看到一些已被分解的碎片。打开之前戴上口罩，做好被臭气冲击的准备。这发酵液的臭气果然很浓郁，倒入另一个消毒过的容器，过滤残渣。发酵残余可放入厨余机，没厨余机必须用夹链袋包好豆腐。豆腐最好选用含水分低、质感最坚实的板豆腐。港式臭卤水发酵3周就可以用了，直接倒入消毒过的深度容器，让豆腐浸泡在发酵液中密封。套2个夹链袋，以免气味一出。在室温里存放约6个小时，安全起见，我放在冰箱里存放12个小时。未用完的发酵液也可放冰箱1个月，想吃的时候取出浸泡豆腐就可以了。由于豆腐浸泡在臭卤水中，细菌及霉菌引起的作用，豆腐中的蛋白质渐渐受到分解，而产生蛋白质中乳胺及肽等有独特臭味的分解物，遂成为具有独特气味及内里呈现海绵状结构的臭豆腐。油炸之前，先稍微干燥，去除多余的水分，
我邻居做的臭豆腐呈扁平长方形，这样炸起来酥脆的面积比较大。你喜欢整块来也是可以的。摄氏75度烘干1小时，太多水分丢油锅有油爆风险，摸上去还是有点湿润就可以了。平铺在厨房纸巾上，吸干表面的水分。我们来看看，没风干的豆腐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放热油粒会油爆，太危险了。我用浅锅冷油下锅，但是豆腐放下去就散开了。茶籽油、酪梨油、米糠油、鹰顶膏较适合高温油炸，油加热至摄氏175度，中火网筛，连同豆腐一起下锅。豆腐竖放比较不会粘锅。豆腐下锅之后，油温骤降至150度，调至大火。每个锅和炉具的脾气不同，大家可依据自己的锅具和炉具调整。油温最好保持在摄氏160到170度之间。豆腐下锅后，切记不要翻动，表面浮起细细的泡沫。我们要仔细观察这些泡沫的变化，泡沫变得越来越细密。油炸约5-6分钟后，豆腐表面开始形成脆皮，豆腐开始浮起来，从小泡沫变成大泡沫，泡沫变大表示水分减少。豆腐表面炸到金黄色，捞起静置一会，再开大火提高油温，油温重回到摄氏170度，豆腐回锅再炸几十秒，豆腐的酥皮会更香酥松脆。港式臭豆腐酥皮特别厚，是因为臭卤水改变了豆腐的质感，特别快速。用厨房纸巾吸收多余的油分。打开看看豆腐里面的组织，小心烫。到外层香酥松脆，内面软绵绵的柔滑可口，美味无与伦比，非常好吃。荤臭卤水的分解威力似乎比植物为主的卤水更强，发酵时间更短。蘸辣椒酱和甜酱一起吃，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味道，让我有点小激动。小时候沿街叫卖的臭豆腐小贩，随着时代变迁逐渐被淘汰，这个小食越来越少，我愿意做。这种传统的发酵业臭到特别难闻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难以接受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臭难求了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